那女人第一次找上阿牛是要借他的命。阿牛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20出头的年纪，生得敦实健壮，皮肤是常年被日头晒出来的黑亮颜色。他爹娘走得早，给他留下3间茅草屋和屋后那1亩3分授田。阿牛不懒，天不亮就下地，天黑透了才回家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觉，日子过得像院里那口老井里的水，平淡也掀不起半点波澜。村里的人都说阿牛是个好后生，就是穷了点，人也闷了点，到现在也没个姑娘肯嫁给他。这个叫翠娘的女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。她不是村里人，没人知道她从哪里来，只知道她一个人租了村东头那间没人住的破屋子。这女人长得实在是好看，眼睛像秋水，腰身像杨柳，走起路来摇曳生姿，村里的大小伙子见了她，魂儿都像是要被勾走一半。可这女人的行事做派却让人不敢恭维。她不像村里别的女人那样勤劳本分，整日里不是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发呆，就是沿着田埂漫无目的的走，看人的眼神也直勾勾的，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。没过几天，村里的婆姨们就开始在背后嚼舌根，说她不是什么正经人家的女子，8成是个在外头混不下去的浪女。阿牛第一次见到翠娘是在他自家的田埂上。那天他刚除完草，累得满头大汗，正坐在田埂上歇气。翠娘就那么直直地朝他走了过来，风吹着她的裙角，像一朵飘忽的云。阿牛有些慌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他一个大男人，还没跟这么好看的女人离得这么近过。翠娘在他面前站定，也不说话，就那么盯着他看。他的眼神很奇怪，不像是在看一个男人，倒像是在审视一件东西。阿牛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，脸涨得通红，讷讷地问：你有事？翠娘的嘴唇动了动，声音又轻又柔，像羽毛拂过心间。我找你是想跟你借一样东西。借东西？阿牛愣了愣，我一个穷光蛋，能有啥东西好借的？翠娘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，她一字一顿，清晰地说道：我想借你的命。阿牛的脑子嗡的一声，像是被大锤砸了一下。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瞪大了眼睛看着翠娘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借命？这是什么话？是说笑还是疯了？他看翠娘的表情，不像是在说笑，那张漂亮的脸上满是认真，认真的让人心里发毛。你说啥？阿牛结结巴巴的又问了一遍。翠娘却不再说话，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里有探寻，有失望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焦急。然后他转过身就那么走了，留下阿牛一个人坐在田埂上，心里乱成了一锅粥。从那天起，翠娘就开始了她对阿牛的勾引，可她的方式跟村里人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她不给阿牛抛媚眼，也不说那些轻浮的话，她的行为诡异的让人脊背发凉。第二天，阿牛去地里干活，发现田埂上放着一只死掉的麻雀，脖子扭断了，羽毛还带着清晨的露水。他正觉得晦气，一抬头就看见翠娘站在不远处的大树下，静静地看着他。阿牛心里一咯噔，直觉这死麻雀跟他脱不了干系。他没敢声张，假装没看见，绕着那麻雀走了。又过了几天，阿牛半夜被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惊醒。他点上油灯，悄悄走到窗边，借着月光一看，魂差点吓飞了。翠娘一身白衣，正蹲在他家院墙的墙角下，用手一下一下地挖着泥土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像是在举行什么神秘的仪式。阿牛吓得大气不敢出，躲在窗后看了一夜，直到天快亮了，翠娘才像个幽灵一样悄然离去。第二天，阿牛去看那个墙角，
发现泥土被人翻动过，上面还用树枝画了一个他看不懂的古怪符号。村里的风言风语更厉害了，大家都说翠娘是个妖精，看上了阿牛年轻力壮，是想吸他的阳气，取他的性命去修炼。隔壁的老王媳妇更是说的有鼻子有眼，说他亲眼看见翠娘对着月亮拜，头发散下来，脸上发着绿光。老王也劝阿牛，阿牛啊，你可得当心点，那女人不是好人，你离她远点，不行就去镇上的庙里求个护身符。阿牛嘴上应着，心里却越来越糊涂，说他是妖精吧，可大白天的他也赶出来，而且除了行为古怪，也没见他真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。说他是浪女吧，可他从没跟村里任何一个男人有过不清不楚的来往，他好像只认准了阿牛一个人。阿牛怕他，但又忍不住好奇，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？她说的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翠娘的骚扰还在继续，她会趁阿牛不在家，在他家门口放上一碗清水，水里飘着几根枯黄的草。他会尾随阿牛去镇上赶集，不远不近地跟着，像个甩不掉的影子。有一次，阿牛在河边洗脸，一抬头看见翠娘就站在河对岸，手里拿着一块破了一角的瓦片，对着他比划着什么。那眼神专注而又狂热，让阿牛觉得他随时可能渡河过来，用那块瓦片割开他的喉咙。阿牛被他折磨得快要疯了，他晚上睡不好，总是做噩梦，梦见翠娘变成一条美女蛇，一圈一圈地将他缠绕起来，冰冷的信子舔着他的脸，说把你的命借给我吧，就一会儿。他想过搬走，可这是他爹娘留下的根，他能搬到哪里去？他也想过去报官，可官府哪里会管这种神神叨叨的事情，说不定还会把他当疯子给打出来。他只能忍着，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奇怪的是，阿牛虽然害怕，但他心里却始终存着一丝疑虑。他是个心善的人，他觉得翠娘虽然行为诡异，但她的眼睛深处似乎藏着一种巨大的悲伤和绝望。有一次他半夜起来小解，无意中看到翠娘一个人坐在村口的石磨上，抱着膝盖，在月光下无声的哭泣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看起来那么无助，那么可怜。那一刻，阿牛心里那点恐惧忽然就淡了许多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怜悯。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天，那天的雨下得特别大，像是天漏了个窟窿。阿牛家屋顶漏雨，他正爬上梯子，想用稻草堵一堵，脚下的梯子因为沾了雨水，滑得很。他一不小心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就从梯子上摔了下来。虽然下面是泥地，但也摔得他眼冒金星，半天爬不起来，脚踝处传来一阵钻心的疼。他疼得在地上哼哼，心里一阵绝望。这下可好，一个人在家摔断了腿，怕是都没人知道。就在这时，他家的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，一个人影撑着一把破旧的油纸伞冲进了雨幕里。是翠娘。阿牛心里一惊，暗道不好，这妖女是趁我受伤要来取我性命了。他挣扎着想往屋里爬，可脚踝的剧痛让他动弹不得。翠娘几步就跑到了他跟前，扔下伞，蹲下身子。他的衣服已经湿透了，紧紧地贴在身上，头发上的水珠顺着他苍白的脸颊往下淌。他看着阿牛肿得像个馒头似的脚踝，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。你别痛。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命令。然后他竟然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拖住了阿牛的伤脚。他的手很凉，但动作却很轻柔。他仔细地检查了一下，然后抬头看着阿牛，眼神里是阿牛从未见过的焦急和关切。是扭伤了，骨头应该没事。
他说着就想把阿牛扶起来。阿牛被他的举动搞懵了，他不是来害我的吗？怎么还救我？他愣愣地看着他，一时间忘了挣扎。翠娘一个女人家，力气却不小，她咬着牙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硬是把阿牛这个壮汉半扶半拖地弄进了屋里。把他安顿在床上后，翠娘又冒着大雨跑了出去。阿牛以为他走了，心里刚松了口气，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一个篮子，里面装着一些草药。他把草药放在嘴里嚼烂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敷在阿牛的脚踝上，用布条包好。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，但动作麻利，显然是懂得一些医理的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才直起身子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他看着躺在床上的阿牛，眼神又恢复了那种复杂难明的神色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阿牛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。他实在想不通。翠娘沉默了很久，久到阿牛以为他不会回答了，他才悠悠地开口：你的命是我的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就不能死。又是这句话，阿牛的心又提了起来。可这一次他听着这句话，感觉却和以前完全不同了。以前是恐惧，现在却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。他看着翠娘被雨水打湿的狼狈模样，看着她为自己包扎伤口时专注的神情，心里那个妖女的形象开始一点点地崩塌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翠娘每天都会来照顾阿牛，她给他送来热腾腾的饭菜，虽然只是些粗茶淡饭，但做的比阿牛自己弄得好吃多了。她每天都给他换药，手法熟练。他还是不怎么说话，大多数时候他只是静静地坐在床边，看着阿牛或者看着窗外出神。村里的闲话更多了，大家都说阿牛这是被妖精给迷住了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肯定没干好事。老王媳妇甚至跑到阿牛家门口，指着翠娘的鼻子骂他是狐狸精，不要脸。翠娘也不跟他争辩，只是默默地关上门，眼神里的悲伤又浓了几分。阿牛的脚伤在翠娘的照料下好得很快，这些天的相处让他对翠娘的恐惧彻底消失了。他发现翠娘其实是个很苦的女人，她吃饭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，有时候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。她晚上经常做噩梦，嘴里喊着爹。阿牛越来越觉得这个女人身上一定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。有一天，阿牛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能下得走路了。他看到翠娘又在院子里那个被他挖过的墙角下发呆，他一瘸一拐地走过去，第一次主动跟她说话：你到底在找什么？翠娘像是被惊醒了，回头看着他，眼神里充满了挣扎。阿牛鼓起勇气继续说：你不是要借我的命吗？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你说出来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帮你。你救了我，我阿牛不是不知好歹的人。翠娘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，她看着阿牛真诚的脸，看了很久很久，嘴唇颤抖着，似乎有千言万语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最后，她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，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，递给阿牛。那是一张用羊皮画的图，图已经很旧了，边角都磨破了，上面用炭笔画着一些奇怪的线条和符号。阿牛看了半天，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张地图。翠娘的声音带着哭腔，一张藏宝图。阿牛大吃一惊，藏宝图？藏了什么宝贝？翠娘摇了摇头，不是金银财宝，是我爹的命。接着，翠娘断断续续的，终于向阿牛讲出了她的故事。原来，
翠娘的爹曾经是京城一个很有名的大夫，医术高明，家境殷实。可是3年前，他爹因为无意中得罪了一个权贵，被人诬陷入狱，家里所有的财产都被抄没，他爹也被判了重刑。翠娘的娘本就体弱，受了这番打击，一病不起，没多久就去世了。翠娘为了救他爹，四处奔走，求告无门。后来，一个在牢里受过他爹恩惠的老狱卒，偷偷告诉他一个秘密。原来，那个权贵之所以要置他爹于死地，并不仅仅是因为得罪了他，更是为了抢夺他爹手里的一本祖传的医书。那本医书上记载着一个失传已久的古方，据说能治一种很罕见的绝症，而那个权贵的独子正好就得了这种病。他爹在入狱前似乎预感到了灾祸，提前将那本最重要的医书藏了起来。老狱卒告诉翠娘，他爹曾经在闲聊时提过，说他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了一个牛头之下，还画了一张简单的地图。老狱卒凭着记忆给翠娘也画了一张。翠娘拿着这张语焉不详的地图，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了整整3年。她变卖了身上所有值钱的首饰，吃尽了苦头，从南到北，只要地名里带牛字的地方，她都去找过。牛家庄、牛头山、蜗牛岗，她找了无数个地方，都一无所获。直到前不久，他盘缠用尽，流落到这个村子。当他听说村里有个老实本分的年轻人叫阿牛时，他心里忽然燃起了一丝希望。会不会他爹说的牛头指的不是地名，而是人名？于是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留了下来。他不敢直接跟阿牛说明来意，因为他不知道阿牛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人心险恶，他见得多了。万一阿牛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，知道了医书的秘密，要么会私吞，要么会去告官领赏，那他爹就真的没救了。所以他只能用那些古怪的方式来试探阿牛。我第一次跟你说借你的命，其实是我爹在信里跟我说的原话。他说，女儿，为父已将身家性命托付于一善心之人，你若能找到他，便可向他借命，此命非彼命，乃一线生机。我当时太绝望了，就那么直接说了出来，把你吓到了。我给你死麻雀，是想试探你是不是个心狠的人。如果你看到死物就厌恶唾弃，甚至虐待，说明你心不善。我半夜在你家墙角挖土，画奇怪的符号，是按照地图上的一些标记，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，也是想看看你的反应。如果你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第2天肯定会大吵大闹，或者请人来驱邪，那样全村就都知道了，我的事也藏不住了。我在你家门口放清水枯草，是医书里记载的一种祈福仪式，希望能保佑我爹平安。我跟着你，是想把你带到地图上标记的一些地方，比如河边，比如村后的山坡，看看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或者能不能触发什么机关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在试探你，我想看看你到底是善良还是歹毒，是勇敢还是懦弱，是贪婪还是淳朴。因为我爹说过，那本医书只有交到真正可靠的善人手里，才能发挥他救死扶伤的价值，否则落入恶人之手，必将成为祸害。翠娘一边说一边流泪，这3年的委屈、恐惧、绝望，在这一刻全部倾泻了出来。我观察了你很久，发现你虽然穷，但你很善良。你看到死麻雀，只是默默绕开。我装神弄鬼，你虽然害怕，但从没想过要害我。村里人那么说我，你也从没附和过。特别是你摔伤那次，我本来想，如果我救了你，你对我还是充满戒备，甚至恩将仇报，那我就彻底死心了。可是你没有，你是个好人。阿牛听着翠娘的讲述，
整个人都呆住了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个被全村人当成浪女妖精的女人，背后竟然藏着这样一段凄惨的身世和如此沉重的秘密。他之前所有的恐惧和困惑，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，剩下的只有对这个女人的深深同情和敬佩。一个弱女子为了救自己的父亲，竟然能做到这个地步。那地图上画的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阿牛指着那张羊皮图问道。翠娘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，这上面的标记太模糊了，像是一棵树，又像是一块石头，下面画着一个箱子。我找遍了你家附近，都没有找到符合的地方。阿牛接过地图，仔细地看了起来。他虽然不识字，但常年跟土地打交道，对村里的一草一木都熟悉得很。他看着地图上的那个主要标记，越看越觉得眼熟。那扭曲的线条，上面几个分叉，下面一个粗壮的根部。他突然一拍大腿，我知道这是哪里了。翠娘猛地抬起头，眼睛里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。你知道在哪里？这不是树，也不是石头。阿牛激动地说，这是我家后院那棵老槐树的树根。你看，这几个分叉，就是它露出地面的那几条大根的样子。这棵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，有些根都拱出地面了，长得奇形怪状的，我从小看到大，绝不会认错。翠娘一把抢过地图，对着院子里的老槐树比划了半天，脸上露出了狂喜的表情。他找了3年，踏破了铁鞋，没想到关键的线索竟然就在他住了这么多天的破屋子隔壁。快，我们快挖！翠娘的声音都在颤抖。阿牛二话不说，拿起锄头和铁锹，就跟着翠娘来到了后院的老槐树下。他按照地图上的指示，在几条盘球卧龙般的树根中间找到了一个标记的位置。就是这里了。阿牛抡起锄头开始往下挖，泥土很结实，还混着很多碎小的树根，挖起来很费劲。翠娘就在一边紧张地看着，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，连呼吸都忘了。挖了大概有3尺深，只听当的一声脆响，锄头像是碰到了什么硬东西。阿牛和翠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阿牛扔下锄头，用手刨开泥土。很快，一个黑漆漆的木箱子露了出来。箱子不大，上面还上了一把铜锁，锁已经生满了绿色的铜锈。找到了，真的找到了！翠娘喜极而泣，一下瘫坐在地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阿牛也激动得不行，他用铁锹把箱子整个撬了出来。那把铜锁看起来很结实，阿牛找了块石头，使劲砸了几下，才把锁给砸开。打开箱子，里面并没有什么金银珠宝，只有一个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。翠娘颤抖着手，一层一层地解开油布，最后一本线装的古书出现在2人面前。书的封面是青色的，因为年代久远，已经有些泛黄，上面用工整的楷书写着4个字：济世悬壶。是他，就是他。翠娘捧着医书，像是捧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。他翻开书，在书的扉页上还夹着一封信，信是他爹写给他的。信上说，他知道那个权贵不会放过他，所以提前做了准备。他早年云游行医时，曾路过这个村子，被一户姓牛的淳朴人家收留过，那家人就是阿牛的爷爷。他感念牛家的善良，也看出这块地方风水好，人也淳朴，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。于是他就把医书埋在了这里，并暗中记下了牛家后人的名字和样貌。他相信牛家的后人也一定会是个善良可靠的人。
他叮嘱翠娘，找到医书后，切不可张扬，想办法将医书献给当今圣上。因为那权贵虽然势大，但圣上是明君，一直为小皇子的怪病忧心，若能用此方治好小皇子，不仅能救他爹，还能让这本医书造福更多的人。信的最后，他爹写道：女儿，为父此生最愧对的就是你和你娘，若有来世，愿不再为医，只做一寻常农夫，与你们共享天伦。此书若能重见天日，全赖那位阿牛小哥相助，你当重金酬谢，且不可亏待了恩人。翠娘看完信，早已是泪流满面，她对着阿牛深深地拜了下去。阿牛哥，大恩不言谢，翠娘这辈子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你的恩情。阿牛赶紧把他扶起来，你快别这样，我也没做什么，再说你还救了我的命呢。他挠了挠头，憨厚地笑了。事情到了这里并没有结束，医书虽然找到了，但怎么把它安全地送到京城献给圣上，又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。京城路途遥远，翠娘一个弱女子带着这么贵重的东西上路，风险太大了。那个权贵的势力还在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半路上就可能被人劫走，到时候更是人财两空。阿牛看着愁眉不展的翠娘，想了想，一咬牙说道：我陪你去。翠娘惊讶地看着他，这怎么行？路那么远，又那么危险，还会耽误你种地。地什么时候都能种，可救人要紧。阿牛说的斩钉截铁，你一个女人家上路，我不放心。我虽然没啥大本事，但力气还是有的，路上也能有个照应。你爹说了，我是你的恩人，哪有恩人看着你有难不管的道理？翠娘看着阿牛坚定的眼神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她点了点头，眼里的泪水又一次涌了上来，但这一次是感动的泪水。两人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不能大张旗鼓地走。阿牛去镇上卖了些粮食，换了点盘缠，又买了一辆结实的板车和一头老实的毛驴。他对外只说要去远方的亲戚家帮工，翠娘则打扮成一个普通的村妇。他们把医书藏在板车夹层里，带上一些干粮和水，在一个星星满天的夜晚，悄悄地离开了村子。一路上，他们小行夜宿，尽量走小路，避开大城镇。阿牛负责驾车和干些力气活，翠娘则负责照顾饮食起居。一开始，两人还有些拘谨，但随着路途的延伸，朝夕的相处，他们之间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。阿牛会给翠娘讲他小时候掏鸟窝、下河摸鱼的趣事，把翠娘逗得咯咯直笑。翠娘则会给阿牛讲京城的繁华，讲他爹行医救人的故事。阿牛这才知道，翠娘原来也是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。在阿牛眼里，翠娘不再是那个行为诡异的浪女，而是一个坚强、善良、有智慧的姑娘。而在翠娘眼里，阿牛也不再只是一个淳朴的庄稼汉。他虽然话不多，但他的善良、勇敢和担当都像山一样，让他觉得无比的踏实和安心。他们一起经历过风雨，一起躲避过盘查的官兵，一起在荒郊野外的破庙里就着篝火吃着干硬的饼子。在一次过河时，板车陷进了泥里，是阿牛跳进冰冷的河水里，硬是把车给扛了出来，自己却因此得了风寒，发起了高烧。翠娘急得团团转，衣不解带地照顾了他3天3夜，用他从父亲那里学来的零星医理知识，给他采草药，物理降温，硬是把阿牛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经过这件事，两人之间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他们看着对方的眼神里都多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经过1个多月的艰难跋涉，
他们终于来到了京城。京城的繁华让阿牛看花了眼，但也处处透着森严。他们找了个小客栈住下，开始想办法怎么才能把医书献上去。直接去敲宫门肯定不行，去衙门告状又怕被那个权贵的手下给截胡。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机会来了。他们听说当朝的护国大将军为人最是正直，不畏权贵，而且他早年受过皇恩，对圣上忠心耿耿。最关键的是，将军府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开门施粥，救济穷人。两人决定就趁这个机会去将军府求助。到了施粥那天，他们混在领粥的队伍里。轮到他们时，翠娘壮着胆子对着施粥的管家说，有天大的要事，要求见将军。管家本不想理会，但翠娘从怀里拿出他爹当年的一块玉佩信物，说这是故人之后。管家看那玉佩不凡，不敢怠慢，便通报了进去。没过多久，他们被带到了将军府。护国大将军听完翠娘的哭诉，又看了医书和他爹的信，勃然大怒。他早就听闻那个权贵仗势欺人，草菅人命，只是一直抓不到确凿的把柄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他当即决定亲自带他们进宫面圣。在金銮殿上，当翠娘将医书和状纸呈上时，圣上震惊了。太医院的御医们当场验证了药方的真实性，并确认此方正是治疗小皇子怪病的良方。龙颜大悦之下，圣上当即下令重审翠娘父亲的案子。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那个权贵被查出不仅诬陷忠良，还贪赃枉法，犯下了许多滔天大罪。最终权贵被革职查办，家产充公，锒铛入狱。翠娘的父亲也被无罪释放，官复原职，并且因为献方有功，得到了丰厚的赏赐。父女两人在牢外相见，抱头痛哭，恍如隔世。事情圆满解决，阿牛也该回家了。翠娘的父亲，也就是如今的沈太医，拿出了一大箱金银珠宝要酬谢阿牛，却被阿牛婉言谢绝了。太医言重了。阿牛憨厚地说，我帮翠娘不是为了这些东西，现在您平安无事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还是习惯种地的日子，该回去了。沈太医见他心意已决，也不再勉强，只是深深地感叹，世上竟有如此不为名利所动的真君子。翠娘送阿牛到城门口，两人一路无言。到了分别的时候，翠娘终于忍不住开口，阿牛哥，你真的要走吗？阿牛点了点头，地里的庄稼该种了。翠娘的眼圈又红了，京城这么好，你为什么不留下来？我爹说了，可以给你在京城买个大宅子，再给你介绍个好差事。阿牛摇了摇头，笑了，那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我一个泥腿子就喜欢闻泥土的味儿，金窝银窝不如我自己的草窝。他说着就要转身离开，翠娘却突然拉住了他的衣袖，鼓起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，仰着头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那我跟你一起回去行吗？阿牛愣住了，翠娘的脸涨得通红，但眼神却无比坚定。我不想再待在京城了，这里虽然繁华，但人心太险恶了。我也不想当什么大家闺秀了。跟你在一起的那些日子，虽然辛苦，却是我这辈子最安心、最踏实的时候。我想跟你回去，跟你一起种地，一起过你那种平平淡淡的日子。你愿意要我吗？阿凡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让他恐惧、让他同情、让他敬佩，也让他心动的姑娘，看着他眼睛里闪烁的星光，他这个不善言辞的庄稼汉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。他咧开嘴，
露出了一个比阳光还要灿烂的笑容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几个月后，村里的人惊奇地发现，阿牛不仅回来了，还带回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，就是那个曾经被他们骂作浪女妖精的翠娘。而且阿牛还用带回来的赏钱，把3间茅草屋翻新成了气派的青砖大瓦房，买了20亩良田，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富裕户。一开始，村里人还议论纷纷，猜测着各种离奇的故事，但他们很快就发现翠娘变了。她不再是那个行为诡异、眼神飘忽的女人，她洗尽铅华，穿上了粗布衣裳，学着村里女人的样子，操持家务，下地干活，脸上总是带着温柔幸福的笑容。她和阿牛一起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后来，关于浪女勾引的故事就在村里成了一个传说，只是故事的版本已经和最初完全不一样了。人们不再说那是个妖精害人的故事，而是说那是一个好心的姑娘为了救父，用智慧试探好人，最终好人有好报的佳话。又过了几年，阿牛和翠娘生了一对白白胖胖的儿女。傍晚时分，人们常常能看到阿牛扛着锄头走在前面，翠娘领着孩子跟在后面，一家人说说笑笑地走在回家的田埂上。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那画面比任何传说都来得真实和温暖。而那所谓的浪女勾引，也终究成了一段善缘的起点，印证了一句最朴素的道理：人心换人心，善良终会得到最美的报答。